当你学会臣服，宇宙才开始流动。你是否曾经经历过，在渴望某个愿望时，用了全部的方法，练习所有的显化技巧，却发现无论怎么努力，现实总是像卡住一样，美好总在门外徘徊，迟迟没有进入你的生命。你会怀疑是不是自己做的还不够，是不是许愿的方式有问题，甚至开始担心，是不是宇宙根本没听见你的声音。你越是焦急地抓紧结果，越是拼命想要控制每一个细节，现实反而越不动如山，幸福仿佛与你擦肩而过。其实，宇宙的流动需要你学会一件事：臣服。这并不是一种被动、无助或认输，而是一种深深的信任与允许。臣服是你对宇宙说：我愿意相信，即使不知道什么时候、用什么方式，我依然相信一切都会在刚刚好的时刻发生。很多人把臣服误会成放弃，但它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主动，是一种允许宇宙带着你，用最适合你的方式前进。你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在行动和努力之后，选择把掌控权交回给生命，相信每一个过程都有它的意义。当你不再拼命追问什么时候会来，不再执着于结果要如何、多久才会发生，你的能量会变得柔软，内心也会开始平静。这时候，宇宙才能真正流动进你的生活，因为你终于愿意敞开所有可能性的大门。臣服也是与自己和解的旅程。你会慢慢发现，很多时候你急着显化，是因为害怕现状，害怕失败，害怕未知。你用努力去填补不安，用控制来掩饰恐惧，但这样的力量终究会让你疲惫，也会让幸福迟迟无法靠近。而臣服，则是你愿意与所有的不确定共处，愿意相信即使还没拥有，也能感受到丰盛。你可以练习在每一次许愿后，轻轻对自己说：我已经做得很好，剩下的就交给宇宙。你可以把专注力放回自己的生活，享受每一个日常，感谢当下已经拥有的一切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焦虑，不再急于要答案，内在的空间变得宽敞，幸福也会静静流进来。臣服不是消极等待，而是一种信任的行动。你可以继续努力，继续梦想，同时相信宇宙会以最适合的方式，在最好的时刻带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你不再因为愿望还没实现而怀疑自己，也不再因为生活还有遗憾而失去信心。你愿意把一切交托给更大的力量，也愿意相信自己配得、值得。你会发现，臣服的每一刻，其实都是灵魂成长的契机。你不再害怕等待，不再用结果定义自己的价值，而是学会在每一个过程里看见礼物。你会懂得，生命的美好有时来得很快，有时却需要多一点时间。但只要你愿意臣服于宇宙的节奏，所有的美好都会在最适合的时刻悄悄抵达。愿你在显化的旅途中，都能带着信任，带着柔软，带着臣服，相信宇宙从未遗忘你的渴望，也相信每一段等待都有它的意义。让一切的努力和行动都成为与宇宙合奏的舞步，让幸福在你松手的时候
轻轻流进你的生命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。当你学会臣服，你会发现宇宙的爱与祝福从未缺席。你越放下控制，生命越带你走向对的地方。你是不是常常觉得事情一定要照着你的节奏来，才会安心？你为了掌控全局，总是提前规划每一个细节。你以为只要够努力，够清楚方向，够拼，就一定会有你想要的结果。可你越是想控制，心却越是乱。越是计划周全，现实越容易出现你料想不到的波动。你开始焦虑、怀疑，甚至责怪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。但亲爱的，不是你错了，而是你忘了，有些事是不该用力去掌控的。真正的流动是从放下开始，不是放弃，是信任。你越放下控制，生命就越能在你没有察觉的地方为你打开新的门。你之所以那么累，是因为你一边想让一切照着你的方式走，一边又在担心万一不照你想的走，是不是一切都会毁了？可宇宙不是这样运作的，宇宙从来不以你的逻辑安排一切，它是根据你的频率来回应你。你越执着，越抗拒，越焦急，就越容易吸引来阻力、混乱与延迟。而当你开始学会放手，那种我不再需要时时掌控全局的松动，就是你对宇宙发出的第一道信任讯号。你不再用力拼命去抓住什么，你开始对自己说，我愿意相信有东西正在为我铺路。这不是被动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行动。你开始听内在的节奏，而不是外界的声音。你愿意慢一点，但稳一点。你不再用成功定义自己，而是用真实感判断方向。放下控制，不代表你不做任何事，而是你选择对那些无法改变的部分停止耗损。你把能量收回来，放在你可以做的当下，而不是拼命拉扯那些还没发生的未来。吸引力法则在你放手时才真正开始运作，因为那时的你不再处于恐惧与匮乏，而是处于信任与敞开的能量里。你愿意相信，即使当下还看不见成果也没关系，即使路线变了，步伐慢了，方向偏了，也不是失败，而是生命正透过你听不懂的语言再说，跟我来，我带你去更适合的地方。亲爱的，请你放下控制，不是因为你不重要，而是因为你更重要，所以你值得被更大的智慧引导。请你练习相信，那些你觉得偏离预期的路，其实是最靠近灵魂的方向。你越放下控制，你越会开始听见内在的声音，开始感受到你与宇宙之间的合作感、同步感、流动感。你会发现，不是你被带偏了，而是你终于走进对的地方。从今天起，请你对自己说，我愿意不再硬撑，我愿意相信自己正在被引导，我愿意放下抗拒，与生命合作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世界悄悄地开始对你温柔了。真正的力量是在不再抗拒时悄悄展开的。你是不是曾经拼命撑住某种情绪，逼自己乐观，强迫自己前进，假装一切都能承受？你以为只要够坚强，痛就不会存在。你以为只要不承认，混乱就不会继续。你以为只要继续往前跑，内心的不安就会自动消失。但亲爱的，
抗拒从来不是解药，它只是让伤口更深的方式。真正让你痛的，从来不是情绪本身，而是你对那份情绪的抗拒。你越想控制悲伤，它就越在夜里翻搅你；你越想压下恐惧，它就越在安静时浮现。你越逼迫自己看起来没事，内心就越像在呐喊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累了，你不想再撑了，不想再假装了，你终于说出口，我真的不行了。而就在那一刻，你感觉到某种东西慢慢地、轻轻地开始松开了。你没有崩溃，你只是终于停止了对抗。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压住情绪、否定感受、装得很坚强，而是在最脆弱的那一刻，你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，然后说，我愿意让一切照它原本的样子来。这不是放弃，这是臣服，不是向命运低头，而是选择相信，当我不再抗拒，真正的我才能出现。抗拒是对生命说，我不要这样，而接纳是对宇宙说，我愿意学会从中成长。当你不再用力阻挡，你会发现情绪开始流动，身体开始放松，思绪开始清明。你开始能听见灵魂的声音，那个从来没离开过你，只是被抗拒盖住的你。吸引力法则也是这样运作的，它不回应你的压抑与控制，它回应你最真实的频率。当你愿意对当下说，我不逃了，当你愿意对情绪说，你可以在这里，当你愿意对自己说，我允许我就是这样的我，你就在放下抗拒的同时，让力量悄悄地回到你手中。你不需要做得更好，变得更坚强，看起来更稳定，你只需要让自己被自己接住，接住每一份不安、怀疑、矛盾、混乱，然后轻声说，我愿意陪你走过。当你这样做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那个你一直想追求的平静、清晰与力量，原来一直都在你内在，只是被抗拒挡住了。从今天起，请你温柔地告诉自己，我不需要再对抗，我只需要允许。真正的力量不是你强迫自己变成谁，而是你终于允许自己就是你。不是你要拼命吸引，而是学会与宇宙合作。你是不是也曾经听过这样的话？你要积极吸引好事发生，你要想象丰盛，才能让它显化。你要高频，才能创造你要的现实。于是你开始努力吸引，你写下清单，你练习感恩，你强迫自己保持正面。你以为只要足够用力，宇宙就会听见你。可是你心里知道，有些愿望还是迟迟没有发生，有些梦想你越想靠近，越觉得遥远，你越拼命，内心却越焦虑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？是不是我还不够高频？是不是我内在有什么障碍没清理干净？但亲爱的，不是你做得不够，是你太用力了。真正的显化不是你单方面去吸引，而是你与宇宙之间的共创。它不是你一个人的意志能完成的过程，而是一场能量的对话，一段深度的信任关系。不是你要拼命去抓住结果，而是你愿不愿意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成为那个能够接住丰盛的自己。宇宙早就准备好了你渴望的一切，它不是不给你，它只是在等你对齐。对齐不是伪装快乐，不是压抑低潮，不是装没事，
对其是你真诚地与自己连结，是在每一个当下，你愿意选择信任而不是恐惧，选择臣服而不是控制，选择流动而不是挣扎。你不需要成为完美的人，宇宙才会回应你。你只需要变得真实。当你学会与宇宙合作，你开始明白有些延迟是在保护你，有些绕路是为了让你准备好，有些失去是为了给你更对的东西。你不再焦急问为什么还没发生，而是学会对自己说，我知道它在路上。吸引力法则不是一套技巧，它是一种存在方式。它不是让你靠意念控制世界，而是让你与世界共振、同步、合流。你越愿意放下我要的执念，越容易让真正属于你的事物自然靠近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吸引不需要拼命，它是你本身的状态，它来自你与内在对齐的那一刻。你开始变得磁场清晰，频率稳定，心念一致。从今天起，请你不要再逼自己显化什么，请你开始问自己，我今天有没有好好对待自己？我是否正在活出对我而言有意义的节奏？我是否在压力中遗失了信任？然后慢慢的，你会感受到宇宙的节奏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拼命想抓住什么时，它们反而更容易来到你面前。不是你要拼命吸引，而是你开始懂得，当我愿意相信，我就是磁场本身，那些我渴望的，不请自来。当你不再急着抵达，奇迹才开始靠近。你是不是常常有一种焦躁感，觉得自己还不够成功，还不够快，还没到那个该在的位置？你看着别人走得好像比你远，你开始急，开始怕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慢了。你列下清单，设下目标，排满行程。你努力变得更高效，更积极，更符合期待。你以为只要快点达成，就能安心。可你发现，心里反而越来越空，因为你一直在往前冲，却从未停下来问自己，我真的快乐吗？亲爱的，你不是做得不够，而是你太急着到达，以至于错过了生命真正想给你的礼物。那些你以为的结果，不是唯一的方向。那些你拼命追求的理想状态，可能只是让你离自己更远的假象。真正的奇迹从来不会在匆忙中降临，它只会在你真正活着的当下靠近。当你学会不再催促人生，当你愿意慢下来去感受脚下的路，你才会发现，那些你苦苦追求的幸福，其实早就在你身边，只是你太赶，没看见。吸引力法则从不回应急着实现的焦虑，它回应的是你的稳定、信任与开放。你越着急，频率就越混乱；你越想掌控，就越偏离宇宙的节奏。当你愿意相信，我不需要马上到达，你就在对宇宙发出一种讯号，我准备好了，不急着追，我愿意与你同步。那时候，你的磁场会变得温柔、宽广，有空间。奇迹会因此开始靠近，因为它终于有地方可以进来了。请你记住，生命不是一场比赛，不是谁先达成目标就赢了。它是一段灵魂旅程，每一步，每个停留，每次掉泪与停滞，都是必要的，是美的，是通往完整的通道。你不是走得太慢，你只是学会在每一步里
活得更深。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几岁完成什么，而是你有没有用心活过，好好爱过，真诚地陪自己走过。所以从今天起，请你温柔地对自己说：我不急，我在路上，我值得用自己的节奏走向丰盛。当你不再催促自己的人生，人生才会开始为你展现它的智慧与神奇。因为那时候的你，不再是追逐结果的灵魂，而是正在经历当下的奇迹本身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